老公每月给我2万家用，所有人都说我命好，可只有我知道，这2万块钱我1分都不能乱动。买菜要记账，买衣服要申请，就连买1瓶9块8的酱油，我都得把发票摊平了，拍给他看，慢1秒就会被他质问。哼，又拿着我的钱去潇洒了，我怎么娶了这么个败家娘们？直到我妈胃出血住院，急着要5000块手术费，我求他先给我转钱，他也只回了我一句：没有发票，我怎么知道你妈是真的病了，还是你们合伙骗我的钱？那天我坐在医院走廊，盯着他朋友圈里那句赚钱就是为了给老婆孩子更好的生活，突然笑出了声。凌晨11点，陈欢的朋友圈准时更新9宫格照片，最中间赫然是一张转账截图，向老婆转账3万元，配文只有一句：赚钱在过，看到老婆孩子过得好就值了。底下评论刷得飞快，成哥也太宠老婆了吧，1个月几万家用，绝了！现在这种男人打着灯笼都难找，嫂子也不知道上辈子做了多少好事，竟然能嫁给成哥这样的男人。婆婆第一个点赞，紧跟着评论：我儿子就是有担当，自己在外面累死累活还给那么多钱，不像有的人天天在家什么都不干，简直废物一个。小姑子也凑热闹，有些人命就是好，嫁给了我哥这么大方的男人。我盯着那条朋友圈，手指一点点收紧，而就在我发呆的间隙，陈欢的微信消息已经连着弹了好几条。不是说买酱油了吗？发票呢？关心，你是不是又借着给家里买东西的理由乱花钱了？我盯着这2条消息，心口像被人猛地攥了一把。下一秒，陈欢的电话打了进来，开口便是逼问：关心，酱油的发票呢？我下意识看了眼厨房垃圾桶，声音发紧：刚才做饭太忙，顺手和菜叶一起扔了，我不小心忘了，不是故意。不小心忘了。陈欢笑了一声，笑声中带着说不出的讽刺。9块8的东西你都能忘，关心，你是记性不好，还是手脚不干净？你心里清楚，既然没发票，酱油钱就从儿子参加辅导班的钱里扣。我喉咙一梗，怒火一下子来了。又是这样，上个月就因为我给儿子买盒3块钱的糖，没给他及时报备，他扣了儿子吃水果的钱，整整1个月，儿子没吃上过1口水果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紧捏着手机。就1瓶酱油的钱，我还能拿去干什么？陈欢语气讥讽：什么叫就1瓶酱油？不挣钱不知道挣钱的辛苦。早就跟你说过，买菜要报账，买日用品要留票，这规矩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少1张票，谁知道你是不是拿着我的钱去乱花了？关心，我真是搞不懂，1个月2万的家用还不够你花吗？还要费尽心思在这种事上扣钱，我怎么娶了你这么个败家娘们？说完，他挂断电话。我看着嘟嘟作响的手机，一阵茫然。儿子抬头看我，小心翼翼地说：妈妈，我这个月又吃不上水果了吗？我心中一酸，摸着他的脑袋，哽咽的说不出话。在外人眼里，我是每月有2万家用，在家养尊处优的全职太太。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这2万家用不是钱，而是拴住我的狗链。买菜要记账，买衣服要申请，连买1瓶9块8的酱油都得把发票摊平了，拍给陈欢看。慢1秒就要挨骂，少1张，儿子下个月的生活就会被影响。我苦笑一声，这种有2万家用的生活，究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第2天下午，我去幼儿园接儿子，刚到门口，班主任就把我叫住：小宝妈妈，小宝这个月的餐费还没交，已经催了3次，今天尽快补一下。旁边几个家长还没走，听见餐费2个字，都下意识朝我这边看了一眼。我脸上的笑一下僵住了，只能硬着头皮点头。好，我马上交。我马上给陈欢发去消息：小宝这个月餐费还没交，老师今天催了，你先转我680，我现在交。消息发出去后一直没回。我站在幼儿园门口，手心一点点冒汗。李老师往我这边看了一眼，虽然没说话，可那眼神还是让我脸上发热。将近10分钟后，陈欢终于回了680，一个小孩吃饭能吃掉这么多？要交钱可以，先把发票给我。我焦急回他：幼儿园统一收的，1个学期的餐费没有发票。下一秒，电话打了过来，陈欢不耐烦的声音响起：关心，1个月2万家用还不够你花吗？现在连孩子吃饭的钱都要额外找我要了，还没有发票，正常交钱，怎么可能没有发票？我压着火气解释：家用每一笔都是我先垫再报，那2万块钱在银行卡里我又动不了，手里就200块，稍微大点的花销都要找你报销，人家老师等着呢，你先给我吧，发票我会想办法让他开。陈欢瞬间炸了：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们娘俩吃我的花我的，现在还有脸跟我喊2万块不在你手上又怎么样？那不照样是花在你们身上的？你自己看看，现在一个孩子吃个饭都能花680，你们娘俩是真会花钱。花钱花钱又是花钱，儿子的正常开销到他嘴里都成了十恶不赦。可明明昨天我还看见小姑子在朋友圈里炫耀，说陈欢帮他买了个价值1万的桌子，今天他就为了680跟我斤斤计较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但为了孩子不得不卑微请求：不管怎么说，先把钱转我吧，老师已经催了。那头沉默了2秒，才冷冷开口：想让我给钱可以，先让老师把发票开出来，否则免谈。他毫不留情挂断电话。我看着手机，眼眶发酸。小宝妈妈，可以交钱了吗？面对班主任询问的目光，我无比窘迫。老师，可以先开个发票吗？话音一落，原本默默关注我们的幼儿园家也开始窃窃私语起来。 680的餐费还要开发票，怕不是穷疯了？不可能吧？这个家长我认识，她老公对她是出了名的好，1个月给2万家用，月月不落。那他怎么还这么抠搜？不会把2万块都花在自己身上了吧？顶着一片异样的目，我把求来的发票给陈欢发了过去，换来了680块钱。交完餐费，我实在没有脸待在原地，头也不回的离开。就在回去的路上，我刷到婆婆的朋友圈，感谢儿子送来的保健品，这可是我心心念念了好久的宝贝。图片上的保养品我认识，一盒就要3000块。陈欢一口气给他妈送了5盒，我攥紧了手机，看着看着就红了眼。到家把儿子哄睡后，我才敢点开婆婆那条朋友圈，里面不只有陈欢给她买的保养品，还有她给婆婆、给小姑子的转账记录。我盯着那条朋友圈看了很久，突然想起我站在幼儿园门口，为了680的餐费，低声下气的求陈欢给钱的场景。
紧，600块的餐费她推三阻四，而现在婆婆3000的保健品她眼都不眨。我心口发闷，鬼使神差点开了和陈欢的聊天记录，往上翻全是密密麻麻的发票、照片。苹果36已报，儿童牙膏22已报，酱油9.8无票不报，每一笔都不大，可每一笔我都得先垫先记解释，在忐忑不安中等他一句报或者不报。我盯着那些照片，手指发抖，点开那条朋友圈里的转账记录，下一秒我整个人都僵住了。向妈妈转账15000元，向程晴转账1万元。我脑子嗡的一声，原来不是所有的钱都要发票，原来陈欢不是不会花钱，也不是舍不得花钱，他只是舍不得给我和孩子花而已。我盯着手机，眼睛发酸。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震了一下，是我妈发来的语音。我点开，里面传来她有些虚弱的声音：欣欣啊，妈没事，就是胃又有点疼，刚才吃了2片止疼药，缓缓就好，你别惦记，照顾好小宝就行。听着她故作轻松的语气，我心口猛地一紧。我妈的胃病是老毛病，这几年反复的发作，最严重的时候半夜疼得满头冷汗，连腰都直不起来。我劝她去医院做个检查，可她就是不愿意。这次给我发消息也是因为不久前她犯病，我逼她去医院检查。我立刻给她打电话：妈，你是不是又没去医院？那头沉默了2秒，才传来我妈虚弱的声音：去什么医院？老毛病，花那个冤枉钱干什么？什么叫冤枉钱？你疼成这样还不去看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妈叹了口气：医生上次不是说了吗？要做胃镜，要吃药，要养着，哪样不要钱？你手头也不宽裕，妈不想给你添麻烦。我喉咙一堵，半天没说出话。挂了电话后，我低头看了眼微信零钱237.6，支付宝里还有100多，加起来连给她做个像样的检查都不够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很久，最终还是点开了和陈欢的聊天框。我妈胃病又犯了，疼得厉害，我想先拿1000块给她去医院做个检查。消息发出去后，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。果然，不到1分钟，陈欢就回了我：家用是给这个家的，不是让你拿去补贴娘家的。我心头一凉，咬着牙继续打字：这次算我借你的，我妈只是想拿钱去看病，等我挣钱一定还你。那边几乎是立刻回了过来：等你挣钱，那得到什么时候？你只是一个家庭主妇而已，现在还在靠我养，别给我动那些小心思。关心不是我说你，你妈一点头疼脑热你就来要钱，真当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？我早就说过，别总想着拿我的钱去填你娘家那个无底洞。我死死盯着那几行字，胸口闷得发疼。我不是没有过工作挣钱的机会，是结婚时陈欢跟我说，他希望我在家做家庭主妇，为他的工作保驾护航。他那时跟我说一定会对我好，可现在曾经的承诺全都成了泡影。就在这时，电话又响了，还是我妈。我一接通，就听见她声音发颤，像是在强忍着什么。欣欣，妈刚才又吐了，胃里翻得厉，嘴里发苦。我一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：妈，你到底怎么了？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慌乱的动静，紧接着是我小姨焦急的声音：欣欣，你快来，你妈刚刚吐血了。我赶到医院的时候，我妈已经被推进了急诊。小姨一看见我，眼泪就掉了下来：欣欣，你总算来了，你妈刚才突然吐了好大一口血，医生说是胃出血，要先做检查，赶紧交钱。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整个人像被人迎面砸了一棍。胃出血，我妈的老胃病终究还是拖成了大病。收费窗口就在不远处，我几乎是跑着过去的。你好，先交多少？窗口里的护士看了一眼单子，头也不抬的开口：先月缴5000。5000。我手忙脚乱去翻包，指尖抖得几乎抓不住手机。微信零钱237，支付宝163，银行卡里37块8，加起来连零头都凑不够。我盯着屏幕上的数字，脸一下就白了。护士见我迟迟不动，皱了皱眉：家属后面还有人，先去把钱交了，病人这边等着做检查。我张了张嘴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小姨跟过来，看见我僵在那里，眼神一下就变了。欣欣，你没带钱。我眼眶猛地一热，连头都抬不起来。不是没带，是我根本没有。护士又催了一遍：能不能先交？不交的话，后面流程不好走。最后我还是给陈欢的发了消息：我妈胃出血了，现在在医院急诊，先要交5000，你快转给我。1秒、2秒、10秒，那边没有一点动静。我又发了一条：是真的，很急，护士在催缴费。还是没有回复。我咬着牙，直接把电话拨了过去。我声音发抖的开口：陈欢，我妈胃出血住院了，医院这边要先交5000，你赶紧转给我，算我借你的。回头你怎么扣都行。胃出血，关心你们娘家现在为了要钱，连这种理由都编得出来了。我脑子轰的一下，连耳朵都嗡嗡响。你说什么？陈欢冷笑了一声：你妈刚才胃疼，现在就胃出血，怎么这么巧？前脚你刚找我要检查费，后脚就住院了。我浑身发冷，连牙都在抖。陈欢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妈真的在急诊，医生刚刚下了单子。他不紧不慢地问：那单子呢？什么？他语气说不出的嘲讽。缴费单、病历、检查结果，没有这些，我怎么知道你妈是真的病了，还是你们合起伙来骗我的钱？那一瞬间，我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头顶，浑身都凉了。我握着手机，手抖得几乎拿不稳。陈欢，那是我妈。那又怎么样？我早就说过，家用是给这个家的，不是让你拿去填你娘家的无底洞。你妈生病，关我什么事？我死死咬着唇，嘴里很快尝到一股血腥味，终究还是没忍住发了火。家用，你是不是忘了？我也是家里的一份子。你说每个月给我2万块，我现在
就想花5000救我妈的命也不行吗？陈欢，你不要太狠心。话音刚落，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嗤笑。我狠心？嫌我狠心有本事你别花我的钱啊！一个伸手要钱的废物，有什么资格跟我嚣张？再说最后一遍，要钱可以，先给发票。说完，他无情地挂断电话，而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刀子一样扎进我心口。护士又一次走了过来，语气已经有些不耐烦。家属到底交不交？病人那边等不起。我眼泪一下涌了上来，却连擦都顾不上，只能举起手机拍缴费单给陈欢发去。我现在拍给你总行了吧？你先把钱转过来。对面很快回复：缴费单有什么用？谁知道是真的假的？除了发票，我一概不认。之后再没了动静，留下我一个人盯着黑掉的屏幕，只觉得胸口像被人生生剜开了一个洞。小姨在旁边急得声音发颤：欣欣，到底行不行？你妈刚才又吐血了。医生说不能再拖了。行，为什么不行？我擦干眼泪，转头在网贷平台输入了身份证。不给我钱是吧？我自己想办法挣。我坐在医院走廊上，把手机里所有能借钱的软件都点开了，网贷、消费贷、信用贷。我一口气把能填的资料全填了，5000、1万、8000、2万、5万。到天快亮的时候，我粗粗一算，前后后批下来的钱已经将近200万。我盯着那串数字，心口跳得厉害，脑子却前所未有的清醒。陈欢不是最怕我花他的钱吗？行，从今天开始，我1分都不花他的。我妈的命我自己救，我自己的儿子我自己养，这个家欠我的我也自己一点一点拿回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先把我妈后续的检查费、住院费和药费都补上了。医生说她胃出血拖得太久，后面得慢慢养，药不能断，复查也不能停。我点点头，只说了一句：给我用最好的药。我妈醒来后第一句就是问我：欣欣花了不少钱吧？我替她掖了掖被角，毫不在意地笑了笑：一点小钱而已，妈你别管，先养病。她眼圈一下就红了。是不是又跟陈欢吵架了？我沉默了2秒，无所谓地笑了笑。没吵，妈你就放心治病吧，我有钱。从医院出来后，我没急着回家，先去了趟超市。我给小宝买了2箱水果，草莓、蓝莓、橙子。车厘子挑的全是他以前站在货架前看了半天，最后又默默放回去的。到刷卡的时候，收银员笑着问我要不要积分，我豪气的挥手不要，不过是给自己儿子买点水果而已。晚上小宝一看见桌上的水果，眼睛都亮了。妈妈，这些都是我们家的吗？我把水果往他那儿推了推。都是你的，吃吧。他却不敢动，小心翼翼问我：爸爸知道了不会生气吗？我喉咙一堵，摸了摸他的头。不用管他生不生气，以后想吃什么水果都告诉妈妈，妈妈给你买，咱以后就当你没爸爸了。儿子不知道听没听懂，却还是乖乖点头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像着了魔一样花钱，给我妈请了护工，换了更好的药，给小宝报了之前一直没舍得报的口才班和拼音课，把家里那套用了很多年的旧沙发换了，餐桌也换了，连厨房里那个总是漏水的水龙头，我都直接找人上门重新安了，把能换的东西换了一个遍，手里的钱都还剩下一大半，养家好像也没那么难了。那为什么问陈欢要钱，跟要他命一样？多余的事情我不再想，而是带着儿子去了房产中心，用手上剩下的150万给买了套房，房子挂在儿子名下，我敢保证谁都抢不走。而从医院回来以后，我一连10几天都没再找过陈欢，没发消息，没要报销，没贴发票啊，也没解释1分钱。我突然从他的生活里安静了下来，安静到连他都开始不习惯。在我没跟他要钱的第12天晚上，他终于主动给我发了条消息：最近倒是挺安分，怎么知道我挣钱不容易，终于学会节约了？我翻了个白眼，转头继续投递简历，理都没理。但很快一条朋友圈提示跳了出来，是陈欢最新发的一段文字。女人有时候就是不能惯，以前总觉得我管得严，现在总算知道日子不是乱花钱过出来的。最近老婆学乖了，我很欣慰。底下评论很快刷了起来。陈哥牛啊，还是你会管老婆？1个月2万家用，换谁不得乖乖听话？婆婆第一个点赞留言：男人就该有男人的样子，该管就得管。小姑子也跟着评论：嫂子总算有点长进了。我盯着那条朋友圈，只觉得想笑。就在这时，微信弹出一条转账提醒：200块，留言最近表现不错，奖励你买件衣服。200块，这是在羞辱谁？我正看着，手机又震了一下，这次是小姑子的朋友圈，她抱着一个最新款奢侈品包，对着镜子笑得一脸得意，文案写得刺眼极了。谢谢哥哥送的新包，女人啊，还是得命好。配图里那个包我认识，官网价2万8。我低头看了看陈欢刚发给我的那200块，又抬头看了看小姑子怀里那个2万多的包，讥讽地笑出了声。哦，真有意思。我点开那条转账，把200块收了，顺手截图保存。既然他这么爱当好人，爱装深情，那我就把这些一笔一笔全给他记着。网贷的事情瞒不了太久，1周之后，陈欢发现了。原本他还为我这周没问他要钱感到高兴，直到收到催款短信，脸色瞬间变了。关心，这是什么？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陈欢把手机狠狠拍到桌上，上面赫然是一条催款短信：您名下借款即将到期，请及时还款。终于等到这天，我无所谓的耸肩。怎么看不懂字？催款短信啊？陈欢一下炸了：你还敢跟我阴阳怪气？这短信是哪来的？我们家什么时候借的钱？我回得很平静：网贷啊，
就在前半个月。陈欢指着我，气得手都在抖。谁让你借的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知道你借了多少吗？你想拖死我是不是？我没接话，只是转身给自己倒了杯水。陈欢冲过来，一把拽住我手腕，面目狰狞。我问你话呢，你到底借了多少？你这个贱人，竟然敢背着我借钱！我淡淡开口，也没多少，前后加起来200万不到。你说什么？闻言，陈欢眼睛都红了，一脚就把旁边的椅子踹翻。你脑子进水了？200万网贷，你拿什么还？你是想害死我吗？贱人！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，竟然背着我干出这种事！我告诉你，马上把这些贷款给我处理掉，离婚！我现在就要跟你离婚！这些债是你自己借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迫不及待地想撇清关系，而我冷笑一声，跟你没关系。陈欢，你做梦呢？这些钱我可1分都没花在我自己身上。你丈母娘急诊抢救，押金5000，缴费单在这儿，后续住院费、药费、检查费在这儿，儿子的餐费、辅导班在这儿，家里的沙发、餐桌、水龙头、日用品在这儿，这几天买菜做饭的记录也都在这儿。发票我一张一张往外拿，陈欢的脸一点点白了。你不是最爱看发票吗？来看个够，这些钱可都是咱家的家庭共同支出，你敢说这些花销和你无关？陈欢声音明显虚了，却还在强撑。那又怎么样？这里面还有给你妈花的钱，给你儿子花的钱，又不都是我自己花的。我差点笑出声。我儿子怎么？现在小宝不是你儿子了？你不是天天发朋友圈说每个月给我2万家用吗？那我现在真把钱花在这个家了，怎么又跟你没关系了？闻言，陈欢脸都绿了，怨毒地看了我一眼。贱人，你敢算计我？别以为你拿着这堆垃圾就能把我怎么样！我告诉你，想让我给你还贷款，没门！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要你吃不了兜着走！我笑了，算计不是你先拿钱算计我的吗？至于你说的，我很期待。离婚而已。他不知道我等这天究竟等了多久。第二天，陈欢就把离婚协议书甩到了我面前。他抬头看我，脸色阴得吓人。赶紧给我签了！我低头一看，最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：离婚协议书。我翻了2页，目光很快停在债务那一栏上。婚内一切借款、网贷、信用贷款项均由女方关系个人承担，与男方陈欢无关。我气得直接笑了。与你无关？你做梦呢？陈欢冷着脸开口：本来就跟我无关，钱是你借的，字是你签的，你自己还天经地义。我把协议往桌上一扔，翻了个白眼。那你儿子的餐费、家里的家具、平时吃的喝的，还有你妈吃的用的，怎么算？陈欢脸色一僵，随即更凶了：少跟我扯这些有的没的。关心，我告诉你，你背着我借网贷就是你犯贱，别想拉着我一起下水，赶紧签字，否则事情闹大了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我断然拒绝，不可能，贷款必须1人1半。这话一出，陈欢当场炸了：1人1半？你做梦！不是我花的钱，凭什么算在我头上？我盯着他，就凭这些钱，我1分没花，凭什么要我一个人背？陈欢气得一把拍在桌上。关心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每个月给你2万家用，你还不知足，背着我借200万，现在还想让我给你填坑？你脸怎么这么大？我对你够仁至义尽了，你这种女人放外面谁养得起？我懒得再跟他吵，拿起协议就要往垃圾桶里扔。陈欢一把拦住我，眼神凶得像要吃人。你不签是吧？行，那就打官司，我倒要看看法院是不是也跟你一样不要脸。对此，我无所谓的点了点头，就是他不提打官司，我也一定会把他搞上去的。我倒是要看看，到了法院面前，他还怎么维持他的好形象。大概是没想到我这么痛快，陈欢反倒愣了一下，可很快他就像找回了底气，冷笑着掏出手机。好，你给我等着。当天中午，他先发了一条朋友圈，配图是那份离婚协议书，文案写的冠冕堂皇。有些人给他再多也不知足，我每月转2万家用，结果他背着我借了200万网贷，现在还想拖我一起还，简直人心不足蛇吞象。下面很快刷出一堆评论：陈哥也太惨了吧，这种女人真吓人。1个月2万还不够花，这是拿你当提款机呀！赶紧离，这种败家精不离等着过年。有了这条朋友圈，家族群里也炸了，我手机响个不停，全是亲戚发来的语音和消息。关心，你好日子过够了吧？竟然敢背着我儿子贷款，你这个疯子！女人得知道知足，你老公已经很对得起你了，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女人。甚至连平时几年不联系的远房表婶都跳出来指着我骂，说我是白眼狼、吸血鬼、败家精。我盯着那些消息，一条都没回。他们现在骂得越狠，后面脸就越疼。下午，陈欢又把离婚协议重新打印了一份，扔到我面前。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签不签？我连看都没看，直接推了回去。不签。陈欢咬着牙点头。那就法院见。我没理他，低头继续整理手机里的截图。9块8的酱油，680的小宝餐费，对比婆婆1万5的保健品和小姑子买2万8的包，这些证据我一张一张全留着。很快到开庭那天，我刚到法院门口，就看见陈欢一家已经到了。婆婆穿着一身暗红色外套，脸拉得老长。小姑子拎着她那个2万8的包，站在旁边，一脸等着看我笑话的表情。陈欢更是西装都穿上了，看见我冷笑了一声。关心，今天之后你最好还能像现在这么硬气。我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也笑了。你放心，等会儿我一定让你比我更难看。法庭上，
陈欢指着我，痛心疾首地说：“网贷是他自己借的，字是他自己签的，跟我没有半点关系。我每个月给他2万家用，钱一分不少，是他自己贪得无厌，背着我借了200万，现在还想拖我下水，凭什么？”他这话一出，旁听席上立刻有人开始小声议论。婆婆拍着大腿就骂：“就是我儿子每个月给他2万，他还不知足，这种女人就是喂不熟的白眼狼。”藤晴更是鄙夷地看着我：“谁家老婆能花这么多钱？借200万，他也真敢。”我坐在那儿听着他们一唱一和，差点笑出声。2万又是2万，他还真把这套话术说顺嘴了。我没急着开口，直接把手机点开，往桌上一放。行啊，那今天就把这2万说清楚。我手指一点，第一张聊天记录是陈欢问我要酱油发票的。当大家看到我没给出发票，他就用儿子辅导班钱威胁我时，大家的议论声都小了。陈欢的脸更是当场变了，我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，继续往下翻，一张张一件件，我每念一句，旁听席就安静一分。念到最后，我直接笑了。陈欢，这就是你嘴里的2万家用，买个酱油9块8，你问我要发票，儿子交个餐费680，你让我去幼儿园开发票，我妈胃出血躺急诊室，你张口还是发票，你管这叫家用？陈欢急了，猛地站起来。那是我在管账，我挣钱辛苦，凭什么不能问清楚？我声音一下拔高。你给你妈转1万5的时候问清楚了吗？你给你妹买2万8的包的时候问清楚了吗？说完，我把另一叠截图狠狠拍到桌上，程晴脸一下就白了，下意识把手里的包往身后藏。我盯着他，直接冷笑出声：“藏什么？不是挺爱晒吗？现在不敢认了。我给儿子买箱水果，你们全家骂我败家。你哥给你买2万8的包，你朋友圈发的比谁都响。怎么轮到法院了？你倒知道丢人了。”陈欢气得脸都扭曲了。你少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扯进来。我点点头。行，那我们就只说网贷。我直接把整理好的清单拿出来，放在桌上。不管是给我妈交押金还是换家具，所有的钱都用到了家里。这些钱哪一笔没花在这个家？你儿子没吃，你家没住，你自己没用。现在你想离婚，想把这200万全甩给我，凭什么？陈欢被我堵得张口结舌，半天才吼出一句：“那谁让你借这么多的？”我直接顶了回去。不是你逼的吗？我妈抢救要5000，你不给；儿子交餐费680，你拖着不给。你不是最怕我花你的钱吗？那我真不花了，我自己借了，自己养妈，自己养儿子，自己把这个家撑起来了。你现在又急什么？法庭里静得吓人，婆婆脸都憋青了，还想插嘴。我转头就冲她去了。你什么你？你儿子在外面装深情，月月晒2万转账截图，所有人都说我命好，可你们谁知道这2万到我手里没有支配权，买瓶酱油都要先垫钱、贴票，等审批，没钱装个屁的大方。早知道这样，嫁给他，我还不如嫁一条狗。陈欢脸色铁青，嘴唇动了2下，更是说不出话。旁听席上已经有人开始忍不住低声议论：原来这2万不是直接给他花的，搞了半天全是假的。9块8的酱油都要报销，谁跟这男的在一起谁倒霉。就是，这男的也太会装了吧。陈欢听见那些话，脸一下长成了猪肝色。我看着他，最后狠狠补了一刀：陈欢，你记住了，网贷是不是你签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些钱花在了你儿子上，花在了这个家，花在了你最爱拿出来装样子的2万家用后面。你不是想赖吗？行，那你就当着法官，当着你妈，当着你妹，当着所有亲戚朋友的面，把你这句鬼话再说一遍。我把一摞发票、缴费单、聊天截图重重拍到桌上。来说，判决下来那天，陈欢整个人都傻了。法官说得很清楚，网贷虽然是我借的，但里面的钱全都花在了夫妻共同生活和孩子抚养上，所以离婚可以，债务必须一人一半。对此我没有意见，反正200万里绝大多数钱都被拿去给儿子买了房，而儿子也被判给了我。至于陈欢，则是背上了100万的外债。结果一出，他的脸都白了。他最开始还以为只要离婚，只要把责任往我身上一推，这200万就能全甩干净。但现在债落到了他头上不说，这笔钱远比这些年给我的所谓家用多多了。一出法院，婆婆就炸了：凭什么？明明是他借的网贷，凭什么让我儿子还？程晴也跟着喊：他就是故意算计我哥。我连看都没看他们，直接掏出手机，把判决结果和那一摞聊天记录、发票截图全发到了网上。标题就一句：老公每月给我2万家用，买瓶9块8的酱油都要发票。帖子发出去不到半天就爆了，评论区全在骂。我呸，这男的真恶心，装大方还装到自己老婆头上了。就是对老婆孩子抠成这样，对亲妈妹妹倒大方的很，急诊5000不给，妹妹2万8的包秒买，真会装。到了晚上，本地几个自媒体都开始转，陈欢的电话也开始一个接一个打过来，我一个都没接。后来他开始发消息：关心赶紧删了，你是不是想毁了我？求你了，看在我们好歹夫妻一场的份上。我看了一眼，直接拉黑。第二天，陈欢做的好事，他全公司的人也知道了，公司群里都在看笑话。听说他刚到公司就被领导叫进了办公室，下午人就被停职了，理由说得很体面，影响公司形象。但其实谁都知道，就是嫌他丢人。丢了工作以后，陈欢终于急了，直接跑来堵我，整个人狼狈的根本看不出从前的影子。他红着眼质问我：关心，你非要把我逼死吗？我直接笑了：我逼你？帖子是你自己装出来的，网贷是你逼出来的，工作是你自己作没的，关我什么事？陈欢咬着牙，眼睛都红了。你明知道那2万是给你用的，我只是问你要个发票而已，这有什么？我不耐烦地打断他：陈欢，你要不要脸？什么叫要个发票而已？那你给你妈转1万5，给你妹买2万8的包，怎么不见你问他们要发票？陈欢一下噎住了，
我懒得再跟他废话，抬手指了指门口，让他滚。你该还的债慢慢还。至于你那份好老公的人设，现在全网都知道是什么东西了，以后别来找我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。陈欢在后面喊我，我连头都没回。接下来的日子过得很快，帖子爆了以后，很多人来找我，有做情感号的，有做法律号的，还有做短视频的，都想让我讲讲每月2万家用背后的真相。我借此机会做起自媒体账号，结果越讲越火。账号粉丝蹭蹭涨，广告和合作也跟着来了。不到半年，我就把自己该还的那部分网贷还的差不多了。我妈身体也慢慢养好，儿子终于不用看谁脸色，想吃水果就吃水果，想报课就报课。而陈欢那边就没这么好过了，工作没了，催债电话天天打，单位圈子里也传遍了。婆婆以前最爱炫耀自己儿子顾家，现在出门都低着头，澄清那只2万8的包。后来听说也不背了，毕竟一看见那包，别人就会想起他哥连680的餐费都要开发票。那天晚上，我坐在新家的餐桌前，看着小宝抱着核草莓吃得满嘴红，手机里刚好跳出最后一笔还款成功的提醒。我低头看了一眼，笑了。以前我总以为没了陈欢那每月2万，我和孩子就活不下去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真正差点逼死我的，从来不是没钱，是他拿钱装出来的那点深情。我把手机一关，低头咬了一口草莓，真甜，比那所谓的2万家用实在多了。